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禅悟。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，而精神极度空虚的年代。以前人们都认为，只要吃得饱、穿得暖，精神境界就能提高了。如今，人们都吃得饱、穿得暖，精神方面却愈发空虚了。精神空虚的最明显体现，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。尤其是每天都奔波忙碌、毫无休闲时间的打工人，每当他们睡不着，回想起自己的人生时，都会感慨活着没意义。这种没意义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呢？首先，跟别人攀比；其次，欲求不得；第三，过着日复一日且让人看不到头的枯燥生活。不论是攀比，还是欲求不得，亦或者觉得生活枯燥，都是精神空虚导致的。小陈是211大学的高材生，毕业后就到了广州的某企业上班，月入1万左右，福利也还行，算是很不错了。工作的那段时间，他遇到了一个问题，这份工作特别忙碌，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有些时候比996还要严重。原以为承受了工作的压力就算了，未曾想就连家中的父母也给他压力。在他28岁那年，老家的父母催他快点找女朋友结婚生子。被父母催婚的他愈发焦虑了，因为他买不起房，也养不起女朋友，更生不起孩子。加上挤入公司的应届生越来越多，公司把很多30岁左右的员工都辞退了，他也不例外，正面临着裁员潮的风险。一方面是父母的催婚，一方面是裁员潮的临近，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，一方面是农村父母的养老问题。如此，他不知道如何选择，就情绪崩溃了。在后台留言的时候，小陈一度很悲观，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，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人逼迫自己，不体谅自己呢？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这些事真的是你想做的吗？如果你不想做，为什么非要用这些事来束缚自己呢？他回答，如果我被裁员了，收入降低，会被身边人看不起。如果我不听父母的话结婚生子，感觉会被身边的七八姑八大姨视为异类。我继续追问，难道你一辈子就为了这些身外之人、同事、朋友、七八姑八大姨而活的吗？小陈顿住了，没有回答。像小陈这样悲观认为人生毫无意义的年轻人、中年人太多了，在他们看来，自己做不到别人的标准，完不成世俗的目标，就是失败。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以及自我的人生束缚。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干嘛要为了世俗的观念、他人的标准而折磨自己呢？如果你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大概率是没有做到这一点，为了自己而活。罗翔老师说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需要在乎3件事：你自己、你的钱、你内心的平静。生命周期性的暗潮只是暂时的，你正在死去，但也将迎来重生。人先要在乎自己，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，才能鼓起勇气活下去。在活下去的过程中，好好赚钱谋生，给自己积累实力。不论是关心自己还是赚钱，本质都是为了追求自我心灵的平静，感受四季的静美，感受人间的变幻，感受生命的真谛。3点合一，就是为了自己而活。世俗的标准如何，那是世俗的问题，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别人的看法如何，那是别人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的问题。过分在乎世俗的标准，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就是因为我们深陷于害怕人言可畏的漩涡当中。越害怕，越是放弃自己的选择，丧失了对于人生的掌握权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别人的看法？
以及世俗的标准，跟从小到大的驯化教育有关。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，都跟我们说要听别人的话，活成某某模样才算是成功。这种驯化的观念束缚了99%的人的一生。其实这种观念是存在逻辑问题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首先，成功真的有标准吗？没有。其次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别人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？未必。第三，怎么活，那是自己的事，凭什么别人指手画脚呢？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并不会谁比谁高明。成功是什么？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但失败就是没有为了自己而活一场。如果你当下正被世俗的观念束缚，那我劝你别听世俗观念的，而应该听自己的。听从本心才是真正的人活一世。不听从本心，就不会有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；不听从本心，就不会有柏拉图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；不听从本心，就不会有李白、苏轼、王阳明。这辈子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，不被任何东西束缚，如此才算活明白了。柳暗花明又一径，人生何处不逢春。这句诗如同古琴上的一曲高山流水，深沉而悠远，诉说着人生的起落与轮回。它不仅仅是自然景色的描绘，更是心灵深处的触动，是对于生命真谛的感悟。柳暗犹如人生中的困境与迷惘，那些浓密的柳条如同生活中的重重迷雾，遮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。我们或许会在这黑暗中感到孤独、无助，甚至想要放弃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，磨砺了我们的意志，锻炼了我们的品格。花明，则是困境之后的豁然开朗。当我们穿越了那片柳暗，迎接我们的便是那片明媚的花海。那些盛开的花朵，如同生命中的希望与光明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他们告诉我们，无论经历了多少黑暗与困苦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总会迎来生命中的春天。又一境，则是对人生无限可能的深刻揭示。每一次的柳暗花明，都是一次人生的转折，都是一个新的境界的开启。这些境界或许各不相同，或许充满挑战，但它们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我们在这些境界中不断成长，不断蜕变，最终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。而人生何处不逢春，则是对生命希望的无限放大。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，都代表着新的开始，新的希望。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地，无论我们遭遇了多少挫折与困难，只要我们心中怀有希望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。那个春天，或许是一个新的机遇，或许是一个新的朋友，或许是一个新的认识。它就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，去珍惜。这句诗所表达的是对人生深刻而独特的理解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了曲折与变化。然而，正是这些曲折与变化，构成了我们人生的丰富与多彩。我们在困境中学会坚韧，在挫折中学会勇敢，在变化中寻找机遇。每一次的柳暗花明，都是一次内心的成长与蜕变，都是对生命真谛的更深一层的理解。这句诗也传达出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生活如何变幻莫测，我们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，在挫折中找到希望，在变化中找到机遇。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，就如同那明媚的花海，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总的来说，柳暗花明又一境，人生何处不逢春这句诗，以其深沉而悠远的意境，
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起落与轮回，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与新的境界。让我们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迎接每一个柳暗花明的转折和新的春天吧。